你是不是我女人？是不是我媳妇儿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是我女人，是我媳妇儿，你就应该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事事听老爷们儿的。老爷们儿没说走，老娘们儿就不能说走，就得夫唱妇随。大本氏这次算是把赛貂蝉给惹着了。两人在与鬼子亲王的一场晚宴上，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破绽，大本氏居然算命说赛貂蝉与鬼子亲王有缘分，这可把赛貂蝉给气得够呛。当时为了顾全大局，他也只好忍了。可没想到鬼子亲王居然还得寸进尺，转头又让大本氏给他算一下，想了解他何时能被八路军消灭。这让大本氏瞬间不知所措，迫于压力下，不得已又开始忽悠了起来。太君，近日之内万不可动刀枪，否则定会有血光之灾。大本氏的话让鬼子亲王顿时黑了脸，场面也一度陷入了一片寂静。随后鬼子亲王立刻掏出了枪对准大本氏，赛貂蝉此时内心急得就想动手，幸好大本氏及时的暗示了他先冷静。太君枪一响，我脑瓜子溅进一身，就是血光之灾。还好大本氏足够机智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可等他们回去后，赛貂蝉却再也忍不住了，晚宴上憋了一肚子的气，也是时候找大本氏发泄一下了。哎呀呀呀哎呀哎呀！你敢说老娘跟鬼子有缘分？你想买媳妇儿呢？我那不是蒙小鬼。哎呀呀！你先把这手给我扶个顶头。哎呀呀哎呀！你蒙也没这么说的，你把老娘的脸都丢尽了，我非扒了你的皮！大本氏眼看逃不过赛貂蝉的一顿毒打，于是便大喊救命，想叫其他人前来劝架。而此时外面的算盘听闻里屋凄惨的叫声也赶了过来，为了防止惨案发生，便闯了进去，连忙劝了起来。这都是自家人，这还动上手来了？我动刀了！赛貂蝉说完话便扬长而去，准备回去叫上红枪会的兄弟一起回山寨，不打算继续跟大本氏同伙了。而大本氏见此情形，连忙上前阻拦，可此时赛貂蝉还在气头上，压根就不搭理他。不是，站住！不许走！你走给我看看，我看你敢走给我看看！你闪开！老娘今天就死定了，你们谁也别拦着！谁都别动！眼见赛貂蝉吃软不吃硬，大本氏随即开启了嘴炮模式，声称他如果还承认是自己的女人，那就得听自己的。你是我女人，是我媳妇儿，你就应该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事事听老爷们儿的。老爷们儿没说走，老娘们儿就不能说走，就得夫唱妇随。你的狗屁！这会儿你承认我是你媳妇儿，我是你女人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这点小心思？我什么心思？你不就是怕我走了以后不给你解药，到时候烂肚子吗？说到你就是怕死。赛貂蝉的这番话让大本氏顿感失落。其实他一直想让赛貂蝉留下，无非就是想聚集大家的力量，好趁机彻底消灭鬼子的骑兵队。鬼子骑兵队还在，这早晚是个天大的祸害。不把他除了，谁都不许走。谁要是走了，松绑软蛋；谁要是走了，谁就是母猪赛貂蝉。